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大结局前瞻，观众们最担心的2件事还是发生了。全剧进入下半段，即将迎来大结局。前瞻大结局，观众最担心的哪2件事还是发生了呢？1. 半夏的公司筹备上市之际，裘碧正背信弃义，彻底激怒了郭启东。郭启东将对半夏的公司不利。裘碧正道：“你不就是捏了我和老秦的把柄吗？”郭启东轻蔑道：“你小看我了，这事不值一提，我有你们更大的漏洞。”是什么漏洞呢？暂时不得而知。在预告中，半夏的公司上市叫停，与此有关。裘碧正的为人，5建设看得最清，说：“裘碧正，你最可恨的是唯利是图。”郭启东与裘碧正反目，正是源于此。眼见公司上市在即，裘碧正出尔反尔，对郭启东承诺的15%股份非但不认账，还无中生有，疑惑江东，拿半夏做挡箭牌，给半夏拉仇恨。于此说明，这还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。一个没有担当的人，不可共谋。2. 结婚后，半夏与赵磊却有渐行渐远的苗头，2人的婚姻中有一个巨大的隐忧。大婚之日，冯玉把赵磊拉到一边，说道：“我要劝你一句，你别介意。半夏说话直，真话有时候是挺刺耳的，你要多担待他。”半夏的哪些话特别直呢？赵磊的公司与老秦竞争半夏公司的项目，半夏说道：“我只是看看老裘你找的是哪几家公司。总之，不论你找的是哪几家公司，赵磊的公司我是永远不会合作的。”令赵磊好不尴尬。古话说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。从公平的角度讲，半夏的决定算是对赵磊的不公平吧。从质量的角度讲，赵磊的公司不在老秦之下。从个人的角度讲，赵磊只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他也是有业绩压力的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半夏都没有让赵磊直接出局的理由吧。此其一。回家之后，半夏对赵磊说：“你别生气啊，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。还有，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家就是家，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工作一样。”赵磊想要分辨几句，却被半夏截住。此其二。半夏是老板，和赵磊的情况不同，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，赵磊将如何维持生计？在那家公司，他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人而已。半夏的话说得直，但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无视赵磊的处境。夫妻相处，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才是吧。其3，眼见公司即将上市，半夏心花怒放道：“我真没想到，上市后我们的公司会有这么多钱。”半夏的公司上不上市，其实与赵磊有何关系？尤其那句“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”，是半夏择其一点，不及其余吧。众所周知，在结婚之前，半夏与赵磊办了婚前财产公证，是半夏要求的。当时赵磊半晌没回过神来，所有财产都与赵磊无关，尤其是上市后资产倍增，赵磊也不过是一个局外人而已。如此，又何谈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呢？一边不给赵磊公平竞争的合作机会，一边要赵磊多陪陪他，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这是不是只有索取而没有给予呢？由此暴露出一个问题：本是夫妻一体，为什么却又分得如此清楚呢？感情上，赵磊对半夏一往情深；人品上，赵磊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从没有觊觎半夏的财产之心，尤其在当年，还曾不求回报地为半夏付出了3000万的代价。如此，半夏凭什么不信任赵磊？半夏此举再刺伤着一颗真挚的心吧，而这也就是冯玉的言下之意吧。半夏说直话，说真话，
但是他的真话太刺耳，因为他的真话不顾及赵磊的感受，没有商量，只有决定。我认为这样就得这样。如此，两人貌似夫妻同体，实则互不相关，又谈什么休戚与共、祸福同当呢？这是令人最担心的第二件事。如果半夏不做改变，两人将渐行渐远，最终以分手告终吧。有一句话说，不信任是对信赖你的人的最大伤害。朋友如此，夫妻亦然吧。2. 半夏大婚，童潇琪送给他3样嫁妆，却是许父永远都给不了的。在剧中，半夏大婚，童潇琪送给他3样嫁妆，却是许父永远都给不了的。在赵磊的建议下，许半夏以他的独特方式化解了滩头污染的危机。方案是合并5建设的2钢厂，半夏占股60%，5建设25%，裘必正10%，冯玉5%，条件不言而喻。紧接着，就在合并成功之时，许半夏与赵磊在厂食堂举办了婚礼。婚礼筹办之前，许有人对妻子刘美兰说：“女儿大婚，我该准备一份啥嫁妆呢？的体面配得上半夏的身份。”刘美兰道：“款姐啥没有，人家是大老板，我哪知道他缺啥？那么，为什么说童潇琪送给半夏的3样嫁妆，许有人永远都给不了？这是哪3样？”赵磊随半夏见许有人时，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你们父女的关系，我清楚。他叫半夏，是您取得名。”一直许有人对半夏的多年怨念和无父爱。众所周知，倩倩是半夏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年龄与半夏相差10岁以上。也就是说，许有人是在半夏10岁后再婚，娶的刘美兰。这10年里，许有人待半夏如何呢？倩倩第一次出场，唱的是小白菜，编剧借此暗喻半夏的不幸童年吧。歌词为小白菜碧绿黄，2、3岁没有娘，就怕爹爹娶后娘，生个弟弟比我强。从小到大，半夏未得到过父爱。许有人娶了刘美兰后，刘美兰阴阳怪气，比许有人有过之，家庭的温暖，半夏更加可望不可及。半夏发达之后，对许有人一家有求必应，但他治下的房子从未带许有人去过，而且携赵磊拜望父亲。用赵磊的话说，这个过场我们走完了，也不过是遮大面而已。半夏从未原谅过许有人。许有人该准备一份什么嫁妆呢？这得从童潇琪说起。许半夏的温暖，有3个人全心全意、无私无求地给了他。一个是陈宇宙，永远是半夏的后柱；一个是童潇琪，冲锋在前，干涉一切；一个是赵磊，人生伴侣，知心爱人。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半夏独缺的是亲情。有一句话说，人生一世，亲情是你永远的后盾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只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。可是每当半夏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许有人缺位，刘美兰冷眼旁观，是陈宇宙、童潇琪助他渡过难关。许半夏事业成功，爱情甜蜜，童潇琪的付出最多。如果没有他，半夏还在与前夫纠缠不清。如果没有他一力承担，半夏与赵磊走不到一起，休谈大婚。许有人绞尽脑汁说道：“我该给半夏准备一份什么嫁妆？”其实对父母来讲，最珍贵、最沉甸甸的嫁妆，是女儿童年时给她一个温暖的家，满满的爱。成长中，努力给她创造一个受良好教育的环境。进入事业期，尽心尽责，不遗余力，使女儿奔向一个高起点的平台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处在什么样的圈子，站在什么样的平台，才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拥有着相应的爱情和婚姻吧。而这些基础的创造，是父母给女儿未来的最好嫁妆吧。这一切，许有人没做到，并且永远也做不到。半夏能与赵磊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恰是童潇琪为他打下基础，
改变了人生。这3样嫁妆是：一、佟潇琪促成了半夏与行为不端的王权分手；二、承租滩头是半夏事业上的转折点，佟潇琪起了决定性作用。而第3个呢？半夏以和稀泥的方式解决与武建设等人的矛盾，留下隐患。团队良莠不齐，必然会损害团队利益，影响团队的发展。在预告中，裘碧正与秦方平勾结，损公肥私，便是这一隐患的爆发点。而第3个嫁妆与此有关。滩头一事是半夏的软肋，为裘碧正等人拿捏。如果半夏继续对裘碧正听之任之，公司非但难以发展壮大，还将重蹈几人的前车之覆。关键时刻，佟潇琪站了出来，既是为当年的犯错领责，也是为半夏解困吧。而这便是佟潇琪的第3样嫁妆吧。古话说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佟潇琪便是半夏的这股风，无私无求，全力以赴，是朋友似父兄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相比之下，许有人永远也做不到，给不了半夏这情深意重、别样的嫁妆，只因他无爱。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